古人云：相由心生。在茫茫人海中，总有一些人让我们一见倾心。他们或许长得并不惊艳，但却自带一种魅力光环。这种魅力就是气质。气质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彰显，它透过言谈举止，透过微笑目光，将一个人的心灵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你是否曾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与他们交谈，如沐春风；与他们相处，心旷神怡。他们身上散发的气场，让你不由自主地被吸引、被感染。反之，也有一些人，虽然五官精致，却让人望而却步，因为他们的眼神阴霾，说话尖酸刻薄，一举一动都透露着负能量。所以相由心生，一个人的气质能够透过面相反映出来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多丰盈，他的气质就有多出众。那么这些气质出众的人都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呢？气质出众的人首先是善良正直的，他们心地纯净，心存善念，他们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时时处处以善待人。他们不会因为利益而失去原则，不会因为压力而丢弃良知。他们坚守内心的道德底线，即使处于逆境，也不会改变初心。这种发自内心的善良和正直，让他们的气质如明镜般清澈，让他们的人格如磐石般坚定。与他们相处，如沐春风，因为你知道他们不会伤害你，他们值得你信赖和依靠。气质出众的人总是乐观向上的，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总是美好的，相信生活总会变好。即使遇到挫折和困难，他们也不会轻言放弃。他们总是能找到积极的一面，总是能看到希望的曙光。他们用微笑面对生活，用阳光的心态感染他人。与他们在一起，你会感到生活充满正能量，你会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让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，让他们的气质如阳光般温暖而有力量。气质出众的人往往谦逊有礼，他们不会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。相反，他们总是平易近人，彬彬有礼。不管对方是富贵还是贫穷，不管对方是长辈还是晚辈，他们总是以礼相待，尊重每一个人。他们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，愿意欣赏别人的长处。他们不会自傲，不会自满，因为他们明白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这种发自内心的谦逊和礼貌，让他们的气质如兰花般高洁，让他们的人缘如春风般和煦。与他们相处，你会感到温暖和舒适，因为他们尊重你，欣赏你。气质出众的人总是自信从容的，他们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，知道自己的优点和不足。他们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动摇，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迷失。
他们内心笃定，相信自己的选择。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自负，而是源于内心的强大和智慧。他们落落大方，不卑不亢，因为他们明白，真正的自信来自内在的修炼。在他们面前，你不会感到自卑，因为他们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在他们面前，你也不会感到傲慢，因为他们的自信会让你懂得谦逊。气质出众的人，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共同的特质，才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才能让人们心悦诚服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修炼气质，让自己的面相变得更加出众呢？修炼气质，首先要从外在开始。古人云：身为表，貌为里。一个人的外在形象是内在气质的直接体现。要想气质出众，首先要注重自己的仪表，穿着要得体，不奇装异服；言谈要文雅，不粗鄙不当；举止要优雅，不鲁莽粗野。记住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塑造你的气质。不要小看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因为细节决定成败。同时，还要端正自己的行为。做人要诚实，不弄虚作假；待人要真诚，不虚情假意；处事要公正，不徇私枉法。一个人的气质，往往就藏在他的点点滴滴中。唯有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才能让你的气质更加纯粹和高尚。要提升气质，还要注意你的一颦一笑。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，它能让你的面相变得更加柔和亲切。即使在困境中，也要保持微笑，因为微笑是化解一切的良药。同时，也要注意你的眼神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它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要让你的眼神始终明亮、坦荡，因为真诚和善良能让你的眼波流转，神采奕奕。修炼外在是提升气质的第一步，唯有形与神俱佳，才能让你的气质更加夺目出众。修炼气质，外在固然重要，但更关键的是内在的修心。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他的气质高下。要想气质出众，首先要培养积极的心态。积极的心态如同一轮朝阳，能照亮你的面容，点燃你的热情。要学会感恩，感恩生活的点点滴滴。要学会乐观，相信山穷水复疑无路。要学会包容，用爱化解一切矛盾。要学会坚强，把挫折当作成长的阶梯。积极的心态能让你的气质更加阳光，让你的面相更加灵动。即使在逆境中，你也能保持从容不迫，因为你知道阳光总在风雨后。同时要提升自己的情商。情商是一个人驾驭情绪的能力，也是一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。要学会控制情绪，不被负面情绪左右。要学会换位思考，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。要学会倾听，
真诚地理解他人，要学会表达，用恰当的方式传递你的想法。高情商的人，气质往往更加沉稳，因为他们能化解内心的焦虑和冲突。高情商的人，人缘往往更好，因为他们懂得尊重和欣赏他人。情商的提升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练习，多与人交流，学会体谅，多反省自己，学会改进。唯有不断提升情商，你的气质才能更加成熟稳重。修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它的回报却是一生的受用。唯有内心强大，你的气质才能经得起岁月的打磨，愈发光彩夺目。修炼气质不能只注重外在，更要重视内在的道德修养。一个人的德行是气质的底色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魅力。要想气质出众，就要多行善事，传播正能量。行善是一种播种，你播下善的种子，必将收获善的果实。要学会助人，在他人需要时伸出援手。要学会宽容，用爱化解他人的过错。要学会奉献，在付出中感受生命的意义。要学会感恩，常怀感恩之心。每一次善举都是一次自我提升，它能让你的内心更加柔软，让你的气质更加纯净。当你常怀善心，你的面相也会变得祥和、慈悲。同时，要主动传播正能量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我们更需要正能量的力量。要用微笑感染他人，要用赞美鼓励他人，要用真诚打动他人，要用爱心温暖他人。当你成为正能量的传播者，你就是在点亮他人的心灯，而这光芒也必将照亮你的人生。修德是一个需要终生坚持的过程，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，在点点滴滴中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唯有德行兼备，你的气质才能无懈可击，你的魅力才能长盛不衰。正所谓德不孤，必有邻。你的善行必将吸引更多善的力量来到你身边。修炼气质还需要通过不断学习，提高自己的修养。一个人的气质是他知识和阅历的综合体现。要想气质出众，就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。知识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，它能开阔你的眼界，丰富你的内涵。要广泛涉猎，不断充实自己。要博览群书，汲取先贤的智慧。要学以致用，在实践中检验真知。要举一反三，在领悟中升华认知。一个爱学习的人，他的谈吐往往更加机智风趣，他的思维往往更加灵活深刻。当你拥有广博的知识，你的气质自然会更加睿智自信。同时要注重提高自己的修养。修养是一个人内在素质的体现，它反映了一个人的人格魅力。要培养高雅的情操，陶冶性情。
要练就过人的胆识，勇于担当，要锤炼坚强的意志，百折不挠，要养成谦逊的品格，不骄不躁。修养的提升需要在日常点滴中积累，多反思，从经历中总结教训，多观察，从他人身上汲取养分，多实践，在磨砺中提升自我。一个修养高的人，往往能泰然处之，不为外物所扰。他们的气质如兰花般空灵淡雅，如松柏般高风亮节。修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它需要我们有恒心，有毅力。唯有学习不辍，修养不止，我们的气质才能日臻完善，我们的人生才能不断升华。修炼气质最高的境界是修性，是在陶冶性情中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。性情是一个人最本真的东西，一个人的气质往往由性情决定。性情豁达，气质就疏朗；性情狭隘，气质就压抑。要想气质出众，就要不断陶冶自己的性情，学会宽容，对他人的过错不过于计较；学会豁达，对人生的得失不过于执着；学会乐观，对生活的苦乐不过于极端；学会淡定，对名利的追逐不过于迷恋。性情的陶冶需要我们放下执念，需要我们在沉淀中不断自我净化。唯有返璞归真，回归内心的纯粹，我们的气质才能如明镜般澄澈，如高山般巍峨。同时要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。境界是一个人思想和胸襟的高度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魅力。要培养崇高的理想，为理想不懈奋斗，要树立远大的志向，在追求中不断超越，要怀有博大的胸怀，包容世间的不完美，要践行高尚的情操，在奉献中实现自我。一个有境界的人，往往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恬淡与澄明。他们的气质如高山流水般纯净，如旭日东升般光华。修性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，它需要我们在内心中不断挖掘，在生命中不断升华。唯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性情和境界，我们的气质才能愈发的高贵纯粹，我们的人生才能达至更高的顶点。气质出众的人往往魅力四射，他们的谈吐得体，举止优雅，处事大方得体，令人如沐春风。他们能轻松地融入任何一个群体，成为人们交往的焦点。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，他们都能轻松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气质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亮丽的色彩。气质出众的人往往给人一种信任感，他们诚实守信，踏实肯干，处事不惊，镇定自若。这种气质让他们在事业上如鱼得水。气质的提升看似无形，却能在无形中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当你的气质变得出众，你会发现
生活处处充满惊喜，人生处处绽放光彩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的陪伴。如果这个视频触动了你的心灵，请用你的善意点亮赞美之光，并订阅这个充满正能量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将这份智慧的种子播撒到更多人的心田。因为分享就是财富，因为传递爱与光就是无上的修行。